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台北市信义区象山公园。Christmas 要到了，所以我今天来信义商圈欣赏耶诞夜景。信义商圈是台北市最繁华的商业区，离我家不远，走路差不多半个小时而已。那这里常有很多外国游客来造访，因为台北101就坐落在台北信义区的信义商圈。不过我个人是很少来逛信义商圈，我主要旅游都是在台湾的乡间小镇或小村，特别是在非假日人比较少的时候去逛这些景点。那难免会引起一些少数外国人的误解。看到我拍的影片，有人就会说，台湾的街道看起来好冷清、好萧条、好寂寥，连我们这边3线的城市都不如。这样的批评让我有点良心不安，好像我拍摄的旅行影片是专门在宣传台湾的负面形象。所以我今天就将功赎罪，我来拍摄一下台北最繁华的信义计划区。那我在的位置就是象山公园。像我这个年纪，以前读高中的时代，都会来到这里，因为这里的前身是三张里靶场。我们高中上军训课的时候，至少要来这边打1次靶，是很多高中生，是我们那个时代很多高中生难忘的回忆。象山公园的对面，那边高楼林立的大厦，那就是台北信义计划区，前身是四四兵工厂。那四四兵工厂的前身是日本时代1939年成立的日本陆军仓库，又称松山仓库。民国37年，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即将面临失败，所以在那一年的年底，将四四兵工厂先迁往台湾。那当时就是利用日本人留下来的松山仓库作为基地。松山仓库占地64公顷，大概相当于现在基隆路、信义路5段、忠孝东路还有松仁路围起来的这个区域。当时四四兵工厂的军眷就住在四四兵工厂旁边这一带。当时这边有一大片眷村，称为四四南村。这是1994年完工的台北101，当时称为台北国际金融中心。完工时是世界第1高的摩天大楼。民国68年到69年，我大1的时候，每天骑摩托车就是会经过这一带。当时的信义路还是一条小马路，一边是四四兵工厂，那另外这一边就是大片的眷村。当时不会想到要拍照留作纪念。现在眷村已消失，这四周都是豪宅。现在举目所见，都是当年的四四兵工厂的眷村，四四南村的范围。我现在走往四四南村，这是一小部分没有拆除的四四南村的眷村建筑。台北101的树灯已经点亮了，待会晚上的夜色会更美丽。我抵达四四南村，这是少数保存下来、没有被拆除的眷村宿舍。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四四南村。以前这边一整片都是这样的宿舍。信义商圈现在是台北市最繁华的区域，不过在日本时代的初期，这里还不是属于台北市的范围，这里是台北州七星郡松山庄。
是在1932年才被并入台北市，所以以前的松山就是现在的松山区信义区，算是台北市的乡下地方。一直到民国50几年，我小时候，我们家附近延吉街、忠孝东路4段这一带都还是一片稻田。这里有防空洞遗迹，所以外国朋友们看到这样的老旧建筑，不要说台湾落后，这是台湾的文化资产，能够保存下来，真是代表台湾进步之处。台北国际会议中心，我在这边过马路，走往台北101。这是台北世界贸易中心。这是台北101前面的广场，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外国观光客，像我这样拿自拍棒在拍照、录影或者做直播。真的很感谢我们小朋友带来一连串这么精彩的演出，而且小朋友的这个每一首歌的转场，哇，真的都有设计过。这边排队的人潮是要前往台北101的观景台。我现在走往南山微风。台北101大楼就没有开放参观了。南山微风我就不特别逛了，因为我跟我老婆约在统一板级那边吃晚餐，时间有点不太够。我现在直接走往华纳威秀，然后再走到统一板级。我现在继续走往星光三月。哦，统一板级现在已经更名为统一时代百货了。因为我很少逛街，所以我不晓得。
我跟我老婆要在不印良品用餐。那我今天的台北信义商圈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不是圣诞大餐，这是我们生活的小确幸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台北信义商圈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